Hello， 大家好，我是苗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玻璃效应。我在问你啊，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偶尔会看到路旁会有一包又一包的垃圾在旁边呢？但是很奇怪的东西是，那边根本就没有垃圾桶哦，而那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弄出来让大家丢垃圾的地方。而且每当有人经过的时候呢，还可能会把手上的垃圾跟着一起丢在那一边。而这种看别人丢我也丢的这种行为呢，就是受到破窗效应的影响。所以什么是破窗效应呢？破窗效应又称为破窗理论，是由美国犯罪学家詹姆斯·威尔森还有美国社会科学家乔治·凯林两个人所提出来的理论。它的概念呢，就像是如果有一栋楼，它的其中一个窗户被打破，但是没有人去修，过了不久之后呢，附近的窗户呢也会接二连三的被破坏、丢垃圾、闯空门，甚至是那些比较严重的，像是纵火等犯罪的行为呢，也会跟着一起发生。破窗效应呢，也很常让我们来形容，当我们的环境中有不良的现象发生之后，如果没有马上的去改善或者是修补的话，这种不良的现象呢，很大可能会逐渐的被接受，而且呢，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在80年代的纽约呢，是一个无处不抢的犯罪之城，就算是大白天你走在马路上呢，你也会感到害怕啦。他们地铁里面的车厢呢都很脏乱，到处呢都是涂鸦。坐在地铁里面呢，都会感觉到恐惧不安，会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都会有危险。之后纽约市呢就运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措施，很轻松的呢就能打破这一系列的犯罪的事情，让这个恶性循环呢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他们先改善了犯罪的环境，让人们呢不再轻易的犯罪，然后再慢慢的抓那些坏人，回归秩序。一开始他们是先维护那个地铁上面的干净，并且将那些不买票白搭车的人用手铐铐住，排成一排。之后他们真的发现到人们果然不会偏向于那种干净的场合去犯案，而且还在那些逃票的人身上呢发现了很多的收获。因为7个逃票的人里面呢，就有1个是通缉犯，20个人当中呢，就有1个人携带武器。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警察很认真的去抓那些逃票，这也让那些歹徒呢不敢逃票，也不敢带武器出门。这个就是运用了破镜效应。那么这个破镜效应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到底是什么呢？人在很多时候，他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形成行为驱动力。我们的心理呢，并不是从我们自主的意识去支配的，其中还是有包含很多外界的因素。因为人在成长过程中，大脑所储存的东西，除了我们自己产生的一些想法、感受、情绪之外，绝大部分的道德、礼仪、教养、文化、知识，都是通过外界的讯息来进行输入的。在这种情况，如果想要对你洗脑，其实只需要在你的输入系统里面做出相应的逻辑连接点，就能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看到一些景象，比如说破窗啦，这样子在他的大脑里面呢，就会产生一种直观的输入影像，在他原有认知的体系里面，他会进行一些匹配。那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都会去打破窗户，但是在人群里面呢，一定是有一部分的人会比较有攻击性跟破坏性的，这样的人呢，就会跟着一起去破坏窗户。面对所谓的第一个破窗，人们会自我暗示，窗是可以被打破的，我又不会被惩罚。而这样想着想着呢，这些人也会不知不觉的跟着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呢，就会变成第2个、第3个持续这个恶性循环的人。这些人的心里呢，也会帮自己辩解啦，哎呀，反正自己早就脏了的啦，我丢多一个东西会怎样呢？而且又不是我先丢的。基本上来讲，只有满足这4个基本的条件，才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一个是恐惧，一定要让人质呢相信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第2个是同情，施暴者一定要给予那些人质小恩小惠；第3是害怕，一定要控制人质，让他们觉得无路可逃；第4是欺骗，一定要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还有思想。所以这个跟破窗效应呢是2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依赖感，说白了就是被虐，而被虐习惯之后不虐呢又感到不舒服了。但是这2种心理学效应的打破方法，都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要警觉起来，如果一察觉到有任何的不对劲的时候，就要马上想办法找机会逃离，不能被这些环境影响。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尽可能让自己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更高的要求跟标准。破窗效应呢，不单单只是说人群里面罢了，在自己的家里面呢，也可能会看到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真的很懒，吃饱过后呢，不想去洗碗，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碗放进洗碗盆里面，然后自家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最后呢，那个碗就越叠越多，又或者是说我们衣柜里面的衣服是非常的整洁的，但是某一天呢，因为赶着去上学或者是做工，衣服一收回来吧，就直接塞进衣柜里面。这样子的话，下次在收衣服的时候，很大几率会因为看到衣柜里面这么乱，就会觉得哎呀，反正我这样乱了，不用紧啦，随便塞啦。而这样呢，会让到你的衣柜越来越凌乱，很快的你就会发现到你的家里会变得一团糟。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呢，形成了真正的意识。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要尽可能的去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还有管理自己，让自己把每件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完美一点。这样子你就能避免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这种越活越烂的破窗效应。当然，我们要尽可能让自己去跟别人去沟通接触，让自己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交行为能力，避免在社交行为中呢被人攻击、被人伤害所形成的破窗效应。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些信息，而这种信息呢会导致不良的现象无限的扩大。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警觉那些像是偶然的行为的过错。如果对这些行为不闻不问、毫不在乎，也不去纠正的话，这样子呢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破窗户，而这样子呢也会一直围绕在恶性循环当中。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有遇到这样子的人，也就是被排挤的人。而一个人被排挤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他的个性让人非常的反感，又或者是说呢他的行为非常的怪异。但是事实上呢，可能只有很少数的人有真正的去跟他接触、跟他互动。多数的人呢都是因为他被少数的人所排挤，所以就跟他保持距离，又或者是一起排挤他。如果你有发现到的话，这种跟风的现象呢，在社交媒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像是某人说谁谁谁做了一件坏事，网友们呢就会一窝蜂的去肉搜，或者是谩骂那些被爆料的人。但是讲真的，像多个人里面，其中真正有对这个爆料做出查证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吧。破窗效应跟从众心理其实是蛮像的，都是因为看见别人所做的行为，想跟着去做的现象。所以为了避免破窗效应的蔓延，解决的根本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本身。如果我们能建立独立的思考能力，还有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对于环境中的不良行为给予纠正或者是协助改善的话，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跟着别人的负面行为或者是偏激的言论呢一起起哄啦。